寻梦者还没有好吗？来了来了。哎，别磨蹭了，大家都在等着呢。刚刚那个风风火火跑出门去的少女，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希娜迪亚。在《崩坏3》第2部的故事当中，希娜迪亚是寻梦者最初结识的冒险伙伴，却也是最富神秘色彩的一位。她看起来时尚潮流，充满活力，就像寻梦者在大学里最好的哥们儿。可事实上，在即将展开的故事当中，他们的确只是初次相遇。IP 就只和我说了这些，它既要有崩山的味道，又要有一些别样的新鲜感。它既有火星特色，又不能脱离我们地球的审美。他其实算是一个社交门槛很低的角色，在团队里肯定少不了这样的一个开心果来做粘合剂。火星女孩再贴合她这种开心果、青春又活泼的设定，一头橙红色的头发就呼之欲出了。那颜色有了，设计是不是也要潮酷清凉一点？那就贴合火星它未来复古科幻的这种意味，在角色外形上融入一些 Y2K 的元素，希娜迪亚的形象就这样出现了。当然，作为寻梦者的冒险伙伴，我们还在她身上藏了一些拓荒意味的冒险元素，比如星星徽章、电波塔的挂饰、小靴子和腕表雷达等，看起来装备齐全，随时准备出发。他会热情友善地拉上每个新认识的伙伴一起奔赴冒险。在我看来，这就是希娜迪亚的闪耀之处。有新的冒险了吗？当初在开始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就是我说是不能讲 AP 那边的，可以讲。这个其实当初在设想希娜迪亚的那个方案的时候是非常曲折的，因为 IP 那边是拒绝跟我们这边透露他的一些信息。那当初也想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可能性。希娜本身是一个比较活泼，而且思路又比较跳脱的女孩子嘛，所以我们觉得，确实得弄一个好玩的东西给她。本当にそのヨーヨーを武器として使う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も両手で振り回したりとかめっちゃかっこいいです。就当时我们决定要好好做溜溜球，就大概是设想过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克服，但真的到执行的环节的时候，就反正特别恶心，就是它那个绳子啊、那个球之间的关系啊，要做很多很多的调整跟优化。我可以给你们看嘛，就是你看这边，就是光是看这个动作量就非常的庞大。那其实是非常繁琐跟复杂的一个优化过程嘛，对不对？我如果真要细讲的话，其实可以讲的很多。这边可以讲吗？可以。哦，好。虽然说我们做这个东西和程序还有策划，我们一起搞了有可能半年多，这个实现的效果还不错，就是让希娜看起来，在很快乐的玩耍的同时，就把敌人给击败了。整体的战斗节奏也是那种层层递进，就是从简单的招式到越来越复杂，然后还融入了一些动作电影才会有那种慢镜头的表现，哇，这样子。为了更好的让大家看到希娜玩悠悠球帅气的一面，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悠悠球领域的大佬，为我们希娜角色的 PV 编排一段专门的演出。ヨーヨーを使う女の子っていうのをテーマにした時に僕もかなり挑戦だったんですけど、自分で鏡を見ながらちょっとこういう感じで動いたら女の子っぽくなるかなとか、ちょっとこう腰を動かしてみるとか、いろいろ研究したりとかして、こうやって皆さんと一緒に協力してでき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で、自分のキャラクター、この僕の動きがキャラクターの一部に反映されるというのでめちゃくちゃ楽しみです。先之环启动。上天下，只此一击。
在故事的一开始，希纳迪亚对于自己的过去、现在还有将来全都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他充满好奇心地去拥抱整个世界。他是《崩坏3》第2部名副其实的核心角色，会在未来与寻梦者一道参与许多的事件，甚至整个第2部的核心设定体系都与他有某种深刻的关联。在一些重要的点上，也会拜托阿基老师在他身上加上特殊的伤疤，拜托角色设计和特效的同学在他攻击中加入毛的元素。这些呢，实际上与他的身世与洛星的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正如第2部本身会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一样，希纳迪亚的故事也将随着寻梦者游历诸多的世界炮而逐步揭开自己神秘的面纱。在最终，我想他将通过发现世界，继而发现他自己。